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经过厨师界的一位朋友介绍，今天我在网上淘到一件万能的厨房助手，一机多用，能打菜，能打肉，还能干末，打多打少都可以，是特别的实用。盼望这一款厨房神器，我已经盼望很久了。受疫情的影响，快递是急转周折，今天终于到手了。打开一看，果然有惊喜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部分组成的。打开包装，我们首先发现了一个硅胶防滑软垫儿，接下来就是一个大缸体，打肉打萝卜、包饺子做萝卜丸子用的一个主缸体，里面配用的是简单的柳叶刀，像这种柳叶刀是非常的好清洗。上面有一个盖碗，这个精致的魔法棒就是它的主机了，非常的精致，用手一按一键触发，特别的好用。它还有更贴心的3个宝宝，这个3个宝宝呢是纸碗，为了防止串味呢，它可以用它打少量的调料，比如说打蒜蓉啊、姜末呀、小米辣等。它里面也配用的有一个专用的柳叶刀头。主机这个地方是一个充电孔，它充一次电可以用好长时间。它用到的充电线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充电线是通用的。介绍完主机以后，我们来到底看一下它好不好用。首先我们切几个小米辣，给它放入纸碗中，安上主机，用手指轻轻一按，机器轻松转动，几秒钟的时间，我们的小米辣已经打碎了。让大家看一下，打的颗粒均匀，像这样吃个剁椒鱼头，或者是调个蘸水，这是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再打几块胡萝卜，用纸碗给宝宝做辅食是特别的方便，比如说打虾滑、打牛肉丸、打少量的水果等，用起来是特别的好用。哇，这个也太好用了吧！打10几秒的时间，胡萝卜打的颗粒均匀，把里面打一个鸡蛋，再加一点面粉，然后给宝宝煎一个胡萝卜蛋饼，再也不用担心宝宝不吃蔬菜了。接下来切点姜块，给它放在红碗中，这样呢颜色分明，也能看得清楚。再打一个姜末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虽说姜里面含的粗纤维和经络特别的多，但是我们这个佐料机依然给它打得稀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个蒜蓉，调一个蘸水。假如说你要是做蒜蓉酱的话，你就用一个主缸体去打，因为那个缸体呢一次可以打半斤以上，这个小碗呢可以打少量的。接下来我们用大缸体来搅一个肉泥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假如说你要是绞肉馅包饺子，或者是做小笼包子，或者是炸萝卜丸子，就用大缸体来做，因为大缸体一次性呢搅的量多一点。由于收到机器以后，迫不及待的来试用，也忘记补电了。现在打肉的时候呢，也明显感觉到电不足，还好打一打停一停，肉泥现在已经打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打的也是非常的细腻。假如肉泥打好以后，要是不急着吃的话，可以把上面一个小盖子给它盖上，给它放入冰箱。第一个防止串味儿，第二个呢还能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。打这么多的蔬菜和肉泥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干末干辣椒，前提是干辣椒必须要干透，含水分太大，搅拌的不是太细腻。打干辣椒也不在话下，刚倒下去不到20秒的时间。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变成粗辣椒面了。干辣椒面打好以后，先给它倒入碗中。最后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干末花椒粉。首先把干花椒粒给它倒入碗中，然后盖住盖子，再次用机器给它打碎。打干花椒粒和蔬菜相比之下，要比蔬菜打的时间要长一点。打蔬菜呢10几秒就打好了，我们打这个干花椒粒呢大约打有40多秒。现在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打的是非常的理想。哇，真的是没想到呀，一个小小的东林佐料机有如此大的功能，还有这么贴心的配置，打多打少都可以。打完了以后易清洗，好收纳，随手放在角落里还不占地方。接下来就利用今天打碎的食材来给大家分享2道好吃的。第一道就是麻辣爽滑的凉拌粉皮，第二道就是猪肉芹菜馅的蒸饺。碗里是打碎的2款辣椒，又加了1小勺的辣椒面，
再加少量的白酒给它搅拌均匀，防止炸糊。再把我们打碎的花椒粉给它加上一点点，再加上1勺的白芝麻，然后锅里烧热油，炸上葱姜，烧热以后捞出葱姜，往碗里面一泼，香味就出来了。搅和搅和，我们的红油就做好了。红油炸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混皮随便给它切上2刀，切好以后给它放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调味。首先在混皮里面加1大勺的生抽，再来半勺的蚝油，再把我们炸好的红油来上1大勺，再加我们搅碎的蒜蓉适量，再加上少量的白糖提鲜。喜欢吃香菜的可以放点香菜，最后再加上麻油适量。喜欢吃醋的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香醋，盐就不用加的了，因为生抽蚝油里面都有很多的盐。再是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像这样我们麻辣鲜香的凉拌混皮就做好了。按我这种方法调出来的凉拌混皮，麻辣鲜香也非常的爽滑，吃着是非常的过瘾。接下来利用打碎的肉梨来给大家分享芹菜馅的饺子。首先在肉梨里面加1小勺的黑胡椒粉，然后再加半勺的生抽，再加上一点点的老抽上色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蚝油提鲜，再来上1小勺的食盐，最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清水。手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往一个方向搅拌，搅拌至黏糊糊的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我们打好了胡萝卜碎也给它加进去。今天包饺子只用到的是芹菜叶，芹菜留着炒菜吃。在打芹菜叶的时候，我把姜末也给它放进去了，又加一点点的猪油，这样呢等一会儿好容易搅拌。芹菜碎加上以后，再次用手往一个方向搅拌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黏糊糊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搅好以后，在里面再打1个鸡蛋，加鸡蛋液呢，能一起到煮饺子的时候饺馅抱团，不容易散开的作用。再次把蛋液搅拌均匀，像这样我们的饺馅就算调好了。饺馅搅好以后，给它倒入盆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包饺子。首先取一张饺子皮，然后用手把四周给它抹一点水，再加上适量的馅儿，然后用手给它对折，给它捏一下，然后用2个虎口这样一捏，我们的一个饺子就包好了。包这种饺子呢是最简单最方便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饺子。没看清楚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个慢镜头的。饺皮外缘抹水以后，包上适量的饺馅儿，然后从中间给捏一下，用2个虎口使劲一捏一对，像这样饺子就包好了。饺子包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蘸饺子的料汁。首先在剩下来的红油碗里面加1大勺的生抽，再来半勺的蚝油，再来适量的香醋，再加一点点的自制小磨香油，再加一点点我们打碎的蒜蓉，最后再加一点点的香菜叶，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，我们的料汁就算调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蒸饺子，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，上面然后放上浓碧，最后把饺子给它摆放均匀。摆好以后盖住盖子，大火先给它煮开，煮开以后转中火，蒸10分钟即可。好了，我们的饺子已经蒸熟了。出锅以后蘸着蘸水吃，这一浓碧还不够我一个人吃的，咸香入味有嚼劲儿，是特别的好吃。关键是干净卫生无添加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